我们这个视频来讲一下，就是网友会提到的一些问题吧，留个几个问题啊。刚才有个网友会问说，工具是不是一次性的？其实这个话题之前有留过，今天可以跟大家聊的再细一点，就是采耳店里啊，工具是不是一次性的？这是一个伪命题。之前我也说过，它做不到完全每个工具都一次性的，就不能称之为你的工具是一次性的。我理解的说，如果你的东西是一次性的，你应该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次性的，大家认可吗？而不是说我毛我给你一次性的，然后我其他的我不给你一次性的。那这个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啊！如果大家会担心说不干净啊，有细菌啊什么的，你总共10个工具，你只有4个工具做到是一次性的，还有6个工具并不是一次性的。大家认为难道这样不会传染吗？如果有细菌的话，是不是？所以采一次性的就怎么说呢？就跟很多商家抓消费者的一个心态其实是一个原理的，就爱告诉你说，哎，我这个是怎么的，什么零添加各种食品啊，零添加，其实它会是零添加吗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道理。你想，如果我们采耳师的一套工具下来，所有的工具下来啊，一套工具就是你买便宜一点的，大概都是200块钱成本，200到300块钱的成本吧。那你如果多做到一次性的话，采个耳才收多少钱？这一套工具多少钱？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做不到完全一次性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被这种所谓一次性的就是忽悠了。其实还真的是要看这个店他采耳做的专不专业，其次他们因为他专业嘛，人家就会把消毒这一块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。如果这个店不专业，他消毒我相信他也不会专业的，他也不会重视的，你们认可吗？所以说我也看到过一些店用的所谓的用个小包装袋子，当着客人的面说，我给你拆开，我们的工具是一次性的，他那里仅限于一根毛，一根很刺的挖耳勺，那个挖耳勺是很粗糙的，很刺的，然后一根毛，一根鸡毛，一根鹅毛，里面没有了，连弹力耳勺它都不会给你配一次性的，对不对？那一根弹力耳勺便宜一点的大概是在10块钱一根。商家你们要考虑到一点，商家永远会把成本放在第一位的。不，我也是商家，对不对？我也会这么考虑问题的。所以你要看这个店，他是不是专业做采耳的？专业做采耳，他们会注重消毒的。只要工具消毒做到1克1消毒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我自己干这个行业这么久了，然后我的工具1克1消毒，我都会自己随时拿起来用，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这么多年干了6、7年采耳了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有因为这种情况导致我都发过言，我是亲身经历的给大家分享，都是我经历过的，并不是说我张嘴就来给你们瞎扯这些，没有用，对不对？这是关于工具的问题啊！你想采耳师一把镊子，你耳朵你再给你掏耳朵时，你耳朵有没有耳屎？他一把镊子再次的镊子都要100多块钱，专业的采耳师用的镊子它才会好用，他会给你那个镊子用一次性的吗？对不对？他给他加完耳屎之后消完毒给你用，不一样没有问题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他会给你100块钱一把的镊子用一次性的吗？这不是扯犊子吗？是不是？而且我看有些店的一次性的那些工具，就是2根毛，它那些毛都是那种便宜的毛，就是大概和2块钱一根的毛的成本，而我们买的毛大概是在6块钱一根的成本，它的做工是不一样的，它的那个扁做的也不一样，所以它用起来采耳是会更顺手一点，知道不？大概就说这么多吧，如果又说起来，其实很多都说不完，知道不？这是一个问题啊。还有一个问题，说我那个培训我们家那个师傅，前2天我不发了一个我在我们家采耳嘛，然后说我好严厉，包括之前我也有发一些培训的视频，大家都会说我比较严厉啊或者干嘛。首先我认为工作就是工作，然后在培训的时候我肯定是要讲重点，告诉你们，告诉他们，或者是说，应该怎么掏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不严厉一点，你不要求高一点，
就是在培训的时候一定要求严格一点，就是你们要相信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一个师傅不是说我一个师傅培训。任何一个师傅培训，你培训完了，你按你的步骤培训完了，到下面去干活，他们一定会打折的。他们不可能把你教到的每一个点、每个细节都吸收的全部吸收到位。如果都吸收到位，那个个都是高手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会在中途再去做客人的时候是会打折的。所以你在你培训的时候，你就要抓得更严一点，更严一点。我一般如果我对他的手法不放心，我会隔个半个月或者1个月，我必须要试一下他的手法。只要我觉得他的手法还存在问题，我就会不停的试。就是比如我这次试完之后，我会告诉他，我半个月之后我会再试你的手法。然后半个月试他手法的时候，我会知道他的手法有没有进步，有没有进步，然后他有没有做一些改善，比如我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有没有做一些改善。因为他只有在我的耳朵里给我踩，我能真真实实的知道他干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。包括他的掏耳朵，其实很多的是一种手感，我要知道他的手感在我耳朵里做是什么样子，我才能放心把我的客户交给他，你懂吗？我是一个会把客户的感受放在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，因为我自己会经常出去掏耳朵啊，出去做按摩啊。前2天我要出去做按摩了，我就觉得做的不怎么好，所以我会把客户的感觉放在第一位。然后上个视频我之前也跟你们说过，如果我们家客人跟我反映说，哎呀，他按头没有力度，我都会没那么焦虑，你知道吧？我说按头没那么大的力度，那我会知道谁按头，谁以前是做过按摩的，他会比较有渗透力；谁以前是没有做过按摩的，他的手就是会没有力度。但是如果客人要是反映说掏耳朵不好，糊弄，粗鲁啊，然后不认真，那我会心里不得劲，我会觉得，哎呀，首先我也肯定会反省我自己，我说我培训了他，那是不是我没有给他培训明白，他没有理解到掏耳朵的一些真正需要重视的一个点，或者是说他没有去思考过掏耳朵怎么样给别人掏舒服，那我怎么样去跟他交流，灌输给他这种概念也好啊，或者告诉他，然后我也会给他们掏，告诉他们这个位置大概要这么样掏，这么样掏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。就是反正我会觉得掏耳朵一定要掏舒服，掏不舒服先不说花不花多少钱，你知道吧，你躺在那里你很难受的，你都躺不住，你躺都躺不住，你就立马想起来了，这个耳朵我不想掏了，你懂吗？就是但是我们家从我自己干那么长时间来，几乎没有客人跟我反映说他们糊弄，都没有，无非就是有时候他们会说，他的痒点找的没有你找的痒点那么准，或者是说能感觉到他们的手感没有你那么稳或者成熟，无非是一些这种，我觉得这种还算客观的，但并不会说他们不认真啊，或者他们糊弄啊，或者是说你态度不好啊，都不会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因为你的定位不一样，所以你要想做好一件事情，还是要去用心吧，我觉得用心。而且现在所有东西都在升级，对不对？所有东西都在升级。那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做细活的一个店，那你还不把细活做好，其实后期的话就是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大概就这样吧，这个视频聊到这里，后期有机会我会把网友提出来的问题啊，有机会都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。因为光看视频不听我讲，是不是也挺没意思的？但如果我讲一讲，你们再看看视频，结合起来，是不是挺好的？